二房，你们给我还钱！什么情况？我记得刚刚我是在工地被钢梁砸了，现在给我干哪儿来了？穿越了？这破茅草屋比我工地工棚还破。大嫂，要钱我们认，再缓些日子一定还上。哼，还？今儿不还钱，这粮我先领走抵债。穷骨头还想赖账？这袋糠我拿走了，剩下的慢慢还。大嫂，你开局就与村霸拿粮，地狱难度是吧？等等，我怀里这铜纸，我的土木魂还在。粮放下，我来给你们算算账。你个病秧子也配跟我算账？我算工程再久的时候，你还在种豆子呢。前年腊月17，大房从我家借走2斗糙米，说开春摸了面就还。3年了，这事儿要不要我当着满村街坊挨家挨户问一遍？你满口胡言，谁借你家米了？2斗，腊月17，你站我家门口亲口说的，磨了面送半袋回来，3年一粒没见，白纸黑字记门上。你装什么算账先生？这账没对完，谁也别想拎着我家的口粮迈出这道门。第2笔，去年大房盖偏房，搬走我家4根全木，半筐青瓦，到今天一根没还。几根破木头，几片烂瓦，也知道你写门上。破木头，方才你拎我家半袋粮，可是要抵那2两汤药钱的。那能一样吗？我家木头是破的，你大房汤药就是金子画的。你强词夺理！一码归一码，你算的我就算不得。第3笔，力气钱，这5年二房白替大房出了多少工？一家人搭把手，也值得你记账。搭把手，春耕替你家翻地，秋收替你家墙场，一文工钱没给过。还有我爹这条腿，3年前秋收替大房抢谷子，从打谷架上摔下来砸断的。那年是我自个儿没站稳。不是你没站稳，是他们拿你当牲口使，使坏了一脚踢开。爹，这笔账不赖你，腿断了，大房1文郎中钱没掏。你爹自个儿手脚不利索，摔了能赖谁？跟我们大房有什么相干？那年抢收，全村哪个不知是给大房做的工？要不要我把当时一道上工的几位叔伯都请来当门对一对？爷爷临终把村西那半亩地分给2房，按了红手印，分家文书写得明明白白。这2年是谁把地占了，种上自家的豆？那地荒着也是荒着，荒着，你家的豆子都种到第3排了。你胡搅蛮缠！2斗米，4成半筐瓦，5年白工，半亩好地，再添上我爹这条废了的腿，折成银钱，是你大房欠2房的多，还是2房欠那2两娼药钱的多？好你个2房，好你张伶牙俐齿的嘴，翻天了！一个晚辈敢这么跟长辈抢梗儿！大嫂，孩子大病初愈，话冲了些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治不了他那张嘴，还治不了你这当娘的！你要干啥？你要打，冲我来！你个病秧子，哪来这么大力气？松手！打我，我受着；动我娘，你这只手，今天别想完好无损的拿回去。疼！你敢伤我，我大伯不会放过你！放不放过我不是你说了算，这账屋里吵不出对错。走，去李丈家，当着全村的面一张张评明白。评理？好啊，你当李正会向着你2房这绝户？走就走，让全村瞧瞧你这晚辈怎么忤逆长辈！去就去。爹，娘，跟我去。这半亩地，今天堂堂正正要回来。当家的，你瞧瞧，这逆子不光赖账，还动手伤我！咱们大房好心上门讨个汤药钱，倒落这下场。都消停些，林燕，你大伯母上门讨汤药钱，你不给倒罢了，还动手伤人，这事儿你认不认？李正，你可得给咱们大房做主啊！依我看呐，
二房欠大房的汤药钱，陈年旧债，不是小数。二房既拿不出银钱，就把村西那半亩水田划给大房抵债。李正明断。各位街坊，做个见证。李正，使不得呀！那半亩地是我爹临终分给二房的，是我们一家的命根啊！分家的事儿各执一词，谁说得清？大房说你二房欠债在先，你拿得出账吗？林燕，不是大伯心狠，亲兄弟明算账。你要懂事儿，就把地契交出来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地契，好，那就先看看这地到底是谁的。这是当年分家的文书，按着我爷爷的红手印。咦，那不是老爷子的手印吗？村西半亩水田分与二房，写得明明白白。李正，要不要过目？一张破纸，谁知是真是假？我爹的手印，你说按就按了。真假？李正验得出，手印的纸国纹路，当年李正的花押都在上头。大伯要说是假的，那就请李正当众验一验。这花押是我的，手印也对得上，文书是真的。真的又怎样？这些年二房欠债累累，拿地抵债，天经地义。欠债？那这10年的账就当着全村的面一笔一笔摆出来对。前年腊月，大房借二房2斗糙米，没还。去年大房盖偏房，搬走二房4根全木半筐瓦，没还。借了又怎样？一家人用几根木头还要还？这5年，二房替大房春耕秋收，白出的工，光我说不算。王老栓叔，3年前秋收，你跟我爹在大房谷场抢收，对不对？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我爹这条腿是怎么断的？你亲眼瞧见的，你说。你爹替大房扛鼓包，从骨架上摔下来，腿就那么断的。事后大房1文钱没赔，可不是嘛？那年大房使唤二房，从没给过1文工资，摆明是大房占二房的便宜，都说二房欠债。你们睁眼说瞎话！人证站这儿，文书在李正手上，账写在石板上。你说二房欠债累累，这债到底在哪一笔？你指出来。既如此，这地便不抵债了。旧账嘛，各让一步，私下解决便是，何苦伤和气？李正想大事化小，我懂。可还有一笔账，就是去年的赈灾粮。你胡说什么？赈灾粮关你二房什么事儿？去年大旱，朝廷拨的30担赈灾粮，经李正的手分到各家各户。那年啃树皮的时候，你们分到了几斗？我家统共就分到半斗。大房那年的粮仓堆得冒尖儿，30两，10两没进你们的米缸，进了大房粮仓。大伯，敢认吗？这粮是按册分发的，我照规矩办事儿。照规矩？那分粮的册子还在不在？取来，跟各家实领的数一对。是各家少领了，还是中间有人动了手脚？李正，你敢对吗？对啊，敢对啊！一派胡言！你个黄口小儿，空口白牙，污蔑长辈！空口白牙？好，大伯不认，那就不必在这院里争了。按林燕族规，侵占孤弱、私吞公粮，该追还赃物，逐出宗祠。你拿族规吓唬谁？可赈灾粮是朝廷的粮，光走族规不够，我这就备状纸，去县衙击鼓，请县太爷来查这实授粮的去向。别去县衙，燕哥，有话好商量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官府？方才亲兄弟明算账的，可也是大伯。地大伯不要了，旧账大伯认。好，大房村西那半亩水田即刻还二房，白石的公借的粮折算下来，大房倒赔糙米2担，这才叫公道。就是，既是一家人，接过。行，地还回来，粮照赔。今天的话全村都听见了，往后二房的门，大房最好别再踹。瞧见没？平日横得很，这回栽喽！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少惹事儿！今天丢的人还不够，走。偷袭不成，自个儿淌了一嘴泥。虎爷威风啊，栽得真利索。好你个林燕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爹娘，咱们回家。哟，虎爷，谁把您揍成这副熊样啊？别提了，村东头那个林燕，当着全村让我下不来台。
这点钱你们拿着。今晚他从西边水田回来，必走那条山路。说吧，要什么办什么。你们3个跟我一道，堵了他，打断他一条腿，出了事我顶着。就一个病秧子，3个打他1个，跟捏蚂蚱似的，正好手痒，拿它练练筋骨。记住，专挑他的腿招呼，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再神气。林燕，白天威风够了吧？这荒山野岭的，看谁还来给你撑腰？识相的，自个儿跪下磕3个头，还能留你点情。不识相，这2条腿今晚就别想着走回去了。想动手就一起上，我赶时间，别一个一个来，耽误功夫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上！呼吼呀！一带！别打了，林燕饶命！文姐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饶你可以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当着这几个人的面，把白天今晚的事儿一桩桩说清楚。是谁先动的手？是谁雇人要打断我的腿？是我抄的扁担，是我雇的他们，都是我的错。虎爷，钱是你给的，人是你撺掇的，可别赖我们头上。记住，今晚再有第3次，我不一定还有这份耐心。在下前招李正家的，方才一切我都瞧见了。李正家的公子这么晚拦在这儿，是替你爹来寻我晦气的？不，4个人围你一个，3招撂倒，却招留了余地。这身手，这分寸，我前招服了。你爹白天那桩事，你倒不替他遮掩。他做的不地道，我心里也臊得慌。今日你把歪理掰直了，更一全村出了口气。林燕，承蒙看得起，往后村里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来寻我，跑个腿递个话，我还成。好，这村里多个明事理的人，不是坏事。朝廷征兵，北境吃紧，各村按丁口出壮丁。青柳村出3人，3日后到黑石营报到，误了期按律论处。黑石营那是跟敌人正面顶着的火坑，去了哪还回得来？青柳村今年征调的壮丁，头一个2房林燕。不能是燕儿啊！李正是不是弄错了？李正，按丁口出壮夫，大房林虎膀大腰圆，正该头一个，怎么倒点了2房这刚伤好的林燕？名册是按章程定的，林虎前崴了脚，去不得。林燕伤养的差不多了，正合适。征兵的事，还轮到你教我办。李正办事自有道理。燕子，黑石营那地方去了就难回来啊！咱们去求求李正。娘，别哭，这事我有办法。先回家。好不容易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，这又要往那地方送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是爹没用，要是爹这条腿还能使，这壮丁说什么也该爹去。爹，这不赖你，腿是替大房累断的，这笔账我记着。可你这一去，失去定灵虎的在呀。娘，他们以为把我送进黑石营，2房就再翻不了身了。难道就由着他们这么欺负咱们？可他们打错了算盘，想送我进火坑的人，得先拿出真金白银，给2房铺好后路。林燕，借一步说话，我有件要紧事告诉你。今天那份名册是动过手脚的。动过手脚？昨儿夜里，你大伯揣着一锭银子进了我家后门，跟我爹关门嘀咕大半宿。今早壮丁头一个，就从林虎改成了你。家父做的不地道。多谢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我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良心过不去。你放心，你爹的事我自有分寸，不坏你钱家名声。我只取我该得的。你这人果然不一样。哟，这是想通了，来给大伯磕头谢恩。谢恩不必了，我是来跟大伯谈一笔买卖的。买卖？你一个泥腿子跟大伯谈什么买卖？昨儿夜里，
大伯揣着一锭银子，从李正家后门进去。你胡说什么？把壮丁名册头一个从林虎改成了我，行贿李正替换征兵密额，这2条罪名够去县衙领几年牢饭。你有证据吗？空口白牙！后门递的银子，关了半宿的门，今早临时改的名册，还有你那只昨晚还在山路上蹦跶，今早就崴了的脚，够县老爷查的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清楚了，黑石营我去。你想通了？可这趟凶险是替林虎担的，大房得拿真金白银来抵，安家费白银10两，糙米20吨，3日内送2房。1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第2条，大房永世不许再踏进2房的门，不许动我爹娘一根汗毛。你2条都依了，我进了营就当没这事，少1条，我人在营里，一封信照样递到县衙。行，10两银20栋粮，我给。当家的那可是10两银子20多两。闭嘴！你想让全家去蹲大牢吗？痛快，3日内东西送到，告辞。要这些银子粮食做什么？我只要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。爹娘，我跟你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。咱们2房寒门庶子，世世代代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是啊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在这村里，我就算斗倒了大房，也不过是个受气的泥腿子。那你这一去，从军不一样，北京正打仗，军中论的是军功，不看出身，只看本事。这是我这样的人唯一能挣出一条活路，一个前程的地方。黑石营是凶险，可这一去，不是被人逼上的绝路，是我自己要去搏个将来。你真能在那地方活下来？你们信我，我有本事能活下来，还能活得比谁都好。等我挣下功名，就回来接你们，过堂堂正正的日子。娘听你的。这些银两够你们安稳过活。我走前再教爹一门手艺，开春把村里的砖窑支起来，烧砖卖砖，旱涝保收。好，我儿有出息，爹等你回来。娘信你，盼你平平安安回来。爹，您看好了，粘土细沙掺上捣碎的麦秸，按这比例和匀。还能掺麦秸，这是啥讲究？田木刮平，拖出来就是土坯。模子按这个尺寸来，块块一样大，错不了。晒干码进窑里烧透，就是青砖。这法子，爹活半辈子都没见过，真能烧成砖？能。窑怎么砌，火候怎么看，我都写下来留给您。李正，开窑烧砖是惠及全村的好事。是，燕哥有心了。您出面牵头，烧的砖大伙分利，我那点旧账自然也就翻篇了。好说，这砖窑我一定给你张罗的妥妥的。燕哥，听说黑石营的老兵专拿新兵撒气，我怕是熬不住。别慌，到了营里，跟紧我，听我的，能少挨不少打。爹娘，等我的好消息。人齐了，出发！3日内赶到黑石营，误了期，军法处置。到了营里，天天操练、负重、站桩，身子骨跟不上要吃大亏。我教你们几个云气、舒展筋骨的法子，每天勤练，能少遭罪。这真管用？管不管用，练了就知道。站桩别把劲儿全憋腿上，气往下沉，脚趾抓地，能站得久。燕哥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啊？以前跟人学过些。还有句话，我得说在前头，咱们都是青柳村出来的寒门采地，到了营里无依无靠，最容易被人拿捏。从今往后，咱们几个抱成一团，谁有难，剩下的搭把手，能做到吗？能。燕哥，你说咋办，我照实就咋办。别打了，我错了，君爷饶命！又来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货色。老规矩，给他们松松筋骨。站直了，行礼背紧。谁敢动一下晃一下，就是抗命，军棍伺候。一群刚放下锄头的泥腿子，骨头都是软的，晒上2个时辰，看他们还硬得起来。燕哥，我撑不住了。谁让你倒的？头一天就装熊，当这是你家炕头呢？别动，
谁出头谁倒霉。爬不起来，反了你了！谁准你出列的？军爷，他头一天到营，水土不服，体力不支，不是有意抗令。我替他背一程行李，保证误不了操练。燕哥，你别为我说好了的，互相照应。展翅，跟上。好大的胆子！头一天进营就敢替人出头，坏老子的规矩！队长，我只是服个铜像，没坏规矩。哼，新兵不服管就得立个样子。今天拿你这只出头鸟给他们提提神。张彪，下手留口气，还得留着他干活呢。给我趴！躲过去了。这病秧子身手有点门道啊。好小子，躲得倒快，我看你能躲几次。队正，一棍砸不中人，再来几棍也是一样。队主要立威，何必跟一个战斗站不稳的新兵置气？林燕不才，愿跟队正讨教一场。你个新兵蛋子，也配跟老子讨教？我若赢了，今日的事就此接过。赵石和这些新兵，您高抬贵手。哟呵，新兵蛋子还敢叫板队正？好，老子还没见过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兵。呸！你自己找打，那就别怪我手黑。来，就这小身板也敢跟张队正动手？我赌他撑不过一招就趴下。燕哥，使不得，是我连累了你，你快认个错，别真打呀！张队正下手没轻没重的。站回去，说过了，互相照应。这一场我有数。小子，光会躲可没用。今天我不光要你趴下，我还要把你这条敢拦我的胳膊，让你长长记性。这架势不像没动过手的庄稼汉啊！爷们儿，他这步子扎得真稳。有点意思。装模作样，吃我一拳！燕哥！咔嚓一声，张队正的胳膊就他三下就把张队正放倒了。燕哥赢了，燕哥真赢了！这一手擒拿，他从哪儿学的？队长，我只卸了你的肩，没伤筋骨，找个懂正骨的接回去，将养些时日就好。我说过，点到为止，比试是我赢。按规矩，今日的事接过。赵石和新兵们，您不必再为难。服了，头回见这么个新兵。好身手，三膝卸臂，干净利落，是真功夫。更难得的是，你下得了狠手，又收得住力道。军侯都开口夸了，卸了他一条胳膊，却没让他伤筋动骨，赢了还讲规矩，这份心性比身手更难得。队正7人在先，林燕不过自保。好一个自保！军中向来论本事，不论出身。你叫林燕，新兵林燕。从今日起，林燕升任师长，统领一书10人，谁有异议？恒少爷，这泥腿子运气不错，攀上王军侯了。运气？一个祖宗8辈都在刨土的泥腿子，也配统兵掌权？少爷说的是，这黑石营里，什么人占什么位置，自有规矩。他既这么能耐，我倒要看看这师长，他能当几天。少爷放心，一个泥腿子翻不去了。慢着，干粮金贵是给爷们儿吃的，你们这些刨土的泥腿子，回朱石槽喝稀粥去。你欺人太甚！这营里的规矩可不是靠拳头就能改的。这粥清的能照镜子，早上一碗，晚上一碗，半下午就饿得前胸贴后背。燕哥，这日子咋熬啊？同样当兵，凭啥老兵顿顿干粮肉汤，咱们就喝这猪食？听说军粮从上到下层层挂油，
到咱们嘴里就剩这点清汤了。跟周恒硬抢，抢不过，也犯不上。那就这么受着。粮被人卡着，那咱们就不指着他那点粮。这营盘背靠大山，从今天起，咱们自己想办法填饱肚子。可咱们拿什么填饱？不光填饱，还要吃得比那帮老兵好。自己想办法。燕哥，山里能弄到吃的？能，跟我来。看见没？这是野兔踩出来的兽径。野物走路惯走老道，专挑这种背风进水的地方来回。燕哥，这浅浅一道印子也看得出来。套索就下在兽径最窄这一段，立地约莫4指高，正好卡住兔子的脖颈。绳扣按这个大小来，松紧合适，错不了。那边再挖个浅坑，盖上草，给野鸡留的。燕哥，你看我这个扣成不？扣子不再活一点，活扣才收得紧。燕哥，这些草也能吃？这是荠菜，这是马齿苋，焯一道水，下汤凉拌都行。这片山就是咱们的粮仓。这糙米又粗又硬，蒸出来干巴巴的，一锅也出不了多少饭。上头催得紧，粮又克扣得很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老伯，这糙米蒸法不对，糟蹋了。我教您一个法子，同样一锅米能多出3成饭，还软和。多出3成？后生，你莫不是说笑？米先用温水泡上半个时辰，让它把水喝透。泡软了再蒸。头道先蒸到半熟，盛出来，均匀撒一道热水，翻一翻，回锅复蒸。糙米皮厚，吃水慢，一道蒸不透，2次加水焖足火候，1粒能顶1粒半。神了，这真多出这么多！后生，你这法子打哪儿学来的？早年走南闯北跟人学的。老伯，这法子您只好用。多出来的饭先紧着新兵们的肚子，成不？成，你是个实在人。伙房这边我能搭手的，你尽管开口。真补着了，燕哥，您下的套子一套一个准儿，这下有肉吃了。怪了，那帮新兵的干粮不是被抢了吗？哪来的肉，哪来的白米饭，吃的比咱们还香。抢了他的粮，他倒吃得更欢了。好一个泥腿子！林师长，求你也教教我们挖野菜下套子吧，我们师的兄弟天天饿得打摆子。林师长，带上我们吧，您说咋干我们就咋干。好，但有一条，既然抱团，就得有规矩。你说什么规矩？我们都依。愿意跟着干的，统一编组，统一操练，统一分食。打来的猎物，采来的野菜，按人口分，谁也不会多占。公道，这样才公道。公道，出工出力，才有饭吃。守得住规矩的留下，守不了的，现在就走。少爷，这可是校尉的佩刀，万一查出来，硬的斗不过他，那就来软的。少爷的意思是，这刀是我从舅父房里借的，等他从林燕的行囊里搜出来，道主将佩刀按军法50军状逐出军营，看他还怎么生气。神不知鬼不觉，妙啊！少爷，走，明儿一早看好戏。都给我滚出来！昨夜本校尉的佩刀在房中不翼而飞，佩刀有人亲眼看见，贼人往这新兵营帐来了。舅父息怒，这营里最近最出风头、最不安分的，可不就是这位刚当上师长的林师长吗？搜搜他的行囊，不就清楚了？校尉明战，林燕1不缺吃，2不缺穿，偷盗佩刀，与我何故？此事必有蹊跷。哼，有没有蹊跷，搜了便知。来人，给我搜，重点搜他林燕的行囊。好啊，偷到本校尉头上来了，人赃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来人，按军法，重责50军棍，逐出军营。舅父明察，这等监守自盗的贼子，50军干都算轻的。依我看，该绑了游营示众，再逐出去，看谁还敢起歪心思。不是的，燕哥才不会偷东西，这里头一定有诈。校尉息怒，林燕若真要偷您这一眼就识得的佩刀，还藏在自己行囊里，岂不是嫌罪过不够大，特意等您来搜？天底下
哪有这么蠢的贼？你想说什么？您不分青红皂白打了我、赶了我，固然痛快，可真正盗刀栽赃的贼就藏在营里看您笑话，往后您再丢东西，可还查得清？你想怎么证？给林燕一炷香，指不出真凶，这50军棍我跪着领；指得出，请校尉秉公处置。本校尉就给你一炷香，说不出所以然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校尉请看，这刀鞘上沾着一抹黄泥，这是后山特有的粘黄土，营盘、校场尽是沙灰形土，绝没有这种泥。后山的泥，这又能说明什么？昨日一整天，林燕天不亮就在校场操练，晌午傍晚都在营内，几百号兄弟都看得见，我一步没上过后山。是，燕哥一整天都没离开咱们眼皮子底下。您看我鞋底，干干净净，半点黄泥都没有。我没上过后山，这后山黄泥绝不会是我沾的，只能是真凶昨日去过后山栽赃时蹭上的。再看这儿，刀鞘上这几道划痕是新的，还发亮，1道深2道浅，间距匀整，绝不是磕碰。不是磕碰，那是什么？倒像被一件用物长时间贴着磨出来的。什么硬物能磨出这纹路？一块雕了云纹、棱角分明的玉佩，比如周公子腰间这一块。你凭空攀咬，1道划痕就赖到我头上，是不是攀咬？比一比便知。划痕的深浅间距，跟这玉佩云纹的棱角分毫不差。胡说，这是巧合。这刀是贴着腰，紧挨着玉佩掖过来的。校尉，再看这块包刀的油布，这丝口是新的，齐齐整整，是从一整块油布上临时撕下来的一截。你是说，另一半还在贼人身上？既是临时撕的，撕剩的另一半必定还在真凶身上。搜一搜便知，搜不出是林燕攀屌，甘领重罚；搜得出，校尉搜搜周公子的身。放肆！我乃校尉外甥，岂容你一个泥腿子搜身？搜！舅父，这刁民信口雌黄，你还不把他拿下？搜！校尉，此口对得上，是同一块油布。好你个周恒，偷我的佩刀，栽赃同谋，险些害我错责忠良。你这是把黑石营的军纪当成你公报私仇的刀子使。救主开恩，我一时糊涂啊，看在我娘的份上。军中无亲，来人！周恒监守自盗，构陷同党，重责20军棍。救主饶我这一回。革去差事，发去马厩喂马，不得擅离。燕哥，洗清了。林燕，是本校校尉一时糊涂，险些冤枉了你。临危不乱，几样痕迹就剖清一桩栽赃案，好头脑，好定力。校尉秉公明断，是全营之福。林燕，谢校尉还我清白。是不肖校尉小看你了。今日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三溪谢弼是好身手，几样痕迹理清栽赃案是好头脑，身手、头脑、定力，你样样不缺。君侯过誉，这样的人才，我在新兵营挖咸菜，可惜了。3日后，我带一队人马去边境巡哨，我给你一队人，让你走前锋。前锋，敢不敢接？末将接令。好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边境不比营里，敌人的刀可不跟你讲规矩、讲分寸。末将明白。此一去是龙是虫，能不能在边境立住脚，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吧。燕哥，那是敌人的骑兵，敌骑这么多，快撤！回去搬救兵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撤不得，敌人是骑兵，咱们大半是步兵。正因如此，才要趁早快跑啊！这会儿掉头就跑，背对着敌人，只会被敌骑追上，一个个挑落马下，是自寻绝路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留在这儿干等他们冲过来？都别慌，那道峡谷有用。走过来，这道峡谷，这2道是高坡，这条窄缝是谷堵唯一的通道。弓箭手能搬石头的，全上2边高坡，藏到岩石后头。原来如此，居高临下。把滚石流木都备在崖边，只等号令。
我带几个人在谷口露面，且战且退，把敌骑引进谷里。燕哥，那引进来之后呢？等他们整队挤进窄缝，两边滚石齐下，乱箭俱发，敌骑挤在窄谷里，前后展不开，马跑不动，就是案板上的鱼肉。林师长，滚石辽木都备好了，弓箭手也就位了。燕哥，我怕我长这么大，还没真刀真枪跟人动过手。怕是人之常情，我头回上阵也怕。你也怕过？记住，那些敌骑是冲着咱们的家、咱们的爹娘来的。手别抖，瞄准了再放。你身后是退无可退的乡土。我不抖了。其余人原地当命，没我号令，绝不许动。我去引狗入笼。撤！南蛮子哪里逃？给我追！滚石馆前头，弓箭招呼后队。燕哥，我下不去手。他是个大活人。他不是大活人，是踏破咱们家门的豺狼。瞄准，放！我放倒他了，为了爹娘，为了赵家村。好样的！记住，今天你不再是那个躲在人后发抖的赵石了。林师长，当场放倒3骑，缴获战马5匹，咱们这边连个重伤的都没有。以10余木卒设伏全歼3倍敌骑，己方0伤亡。林燕，你这一仗打得漂亮。林师长威武！临阵不乱，因地设伏，有勇有谋。我即刻上报校尉，记你这番巡哨首功。从今日起，霍格擢升你为队正统兵50，这50号人我亲自拨给你。末将，谢君后。800里加急！800里加急！报！敌人大举南下，数万铁骑已围了望风堡。数万铁骑，守军苦守数日，危在旦夕。上峰急令，黑石营即刻驰援，再晚成就。数万骑击，望风堡危急。传我将令，全营即刻整备，连夜开拔。君侯，我那50人愿为先锋。启禀校尉，望风堡已被围了5日，守将身负重伤，城中粮舰将尽，军心涣散，危在旦夕，求援军速速驰援啊！再探，敌人尤其神出鬼没，前方山道险隘。校尉，军情如火，岂能再探？万一中伏，我这几千人马折在半道，望风堡照样守不住，还白搭上我黑石营。此事需从长计议。校尉，兵贵神速，望风堡就在眼前，再耽搁，城一破，悔之晚矣。那是满城军民的身家性命啊！正面强攻，敌人以逸待劳，贸然进兵，又怕中伏，你倒给我寻条万全之策出来。校尉，王君侯，末将林燕愿带本部50人去解望风堡之围。50人，敌人数万大军围城，你区50人，记得了什么事？休要逞强。校尉请看，末将不与敌人正面硬碰，数万围城，人吃马眼，全靠后方粮道接近。你是说断他粮道？斥候来报，他们的粮材、工程器械都屯在城西这处背风的山谷大营。末教带50精锐，专走山间小路，绕到敌营背后。绕到背后，
然后呢？趁夜一把火烧了他们的粮草和工程器械，断了粮，毁了工程的家伙，数万大军军心必乱。妙！他们不知我虚实，黑灯瞎火，自己就先乱了。粮一断，这城他们再围不下去，只能退兵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，避实击虚，正中要害。校尉，此计可行，末将愿担保。好，本校尉拨50精锐于你。林燕，此去凶险，务必带着弟兄们囫囵回来。末将领命，不烧了敌人的粮草，誓不回营。都照我这样，折些带叶的树枝，插背上，缠身上，贴着地，借草木的影子，一点一点往里挪，慢就是快，沉住气。燕哥，跟着您，这心里踏实。跟紧了，看我号令行事。队长，他们的哨兵稀稀拉拉的，真松懈。风顺，料干，等巡哨一过去就动手。点火，动手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队长，烧着了，全烧着了！粮草已着，分头行动，擂鼓呐喊，四处放火，声势越大越好，让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。慌什么？都给我站住！挨的没多少人。南军冲进来了，四面都是，快跑啊！燕哥，成了，咱们真把数万敌军剿退了。50个人，烧不光数万大军，可烧光他们的粮，点一把恐慌的火，这一仗就够了。阁下可是黑石营的林队正，在下韩默，望风堡参军。正是林燕，参军有礼。昨夜城头，韩某亲眼看着敌意那把冲天大火，看着数万敌军一夜溃退，避实欺虚，釜底抽薪，以50人解数万之围。当时情势所迫罢了。此等韬略，韩某读遍兵书也闻所未闻。参军过誉了，不过趁敌人守备松懈，侥幸得手罢了。侥幸？能一眼看穿数万大军的命门在粮道，又敢以50人深入敌后，这是眼光，是胆魄，绝非侥幸二字能道尽。参军这般抬爱，林燕愧不敢当。韩某吃长几岁，唤你一声林兄弟，往后你我多多亲近。韩某是真心想结交你这样的人物。韩参军言重了，能得参军这样的至交，是林燕之幸。敌人虽暂退，可咱们这城墙也快塌完了。石料呢？城里还有多少？这么大的豁口，老夫问过工匠，城中石料匮乏，要修补加固，没有半个月绝无可能。敌人粮草虽毁，老巢却尽，不足粮秣去而复返，只在旦夕。城墙补不上，敌骑再来，从这豁口长驱直入，望风堡还是守不住啊。守将韩参军，修这道墙用不了半个月，3天足够了。将军不是老朽泼冷水，您看这豁口又宽又深，塌了足足3大段，要补得用大青石垒砌，灰浆沟缝，一层层往上砌。石料呢？够不够？可城里石料守城时砸的没剩多少，老朽干了40年，没有15天绝补不上。15天，敌人3、5日就打回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将军，城墙补不上，咱们守不住啊！诸位请看，不用大青石，咱们就地取土，用夯土板筑之法，两侧立夹板做模子，往里填土，一层填一层夯，夯实了再填下一层，一层层夯实，这土墙当真扛得住？一板一板夯上去，这样的土墙密实如铁，
比松垮的乱石雷迹还坚固。墙身两侧每隔1丈加一道三角支撑，三角最稳，工程锤来撞也撞不垮。可这要多少土，多少人？土就地挖，要多少有多少。3段豁口分成10段，10拨人同时开工，昼夜轮班，10天的工，3天足矣。荒唐！夯土是盖房垒院墙的法子，1000斤工程锤砸上去，夯土如何扛得住？误了军机，可是天大的罪过。老师傅是行家，按老法子自然不可能。可这法子是新的，新的，军机岂能拿来胡闹？守将，林燕愿立军令状，给我3日，给我人手，3日补不好这道墙，林燕甘当军法，绝无二话。好，反正是绝路一条，老夫就赌你这3天。全保的工匠、民户、能动弹的兵卒，都听林队长调遣。填一层，就这样密密的夯实，土里掺上石灰碎石，粘得更牢。掺石灰，这是图个啥？夯实了，再填上一层，层层如此，一板填满，就往上加一板。这道夹板斜了半寸，拆了重立。半寸也要拆？燕哥，这也太较真了。夯土的厚薄支撑的间距差1寸，整面墙的力道就散了。都按尺寸来，错不了。乖乖，照这法子，苦墙真能比石墙还结实。掺石灰加三角支，一层一夯，这后生的章法倒不是全无道理。3段5段缺人，赵石带人补上去。燕哥放心，哪段缺人，我这队就铺哪段。石灰夹板，韩某都备齐了，只管用。真的在往上涨，老夫这双眼没看错吧？3天，真的3天就补好了，还比石墙更结实。老朽干了40年，真是白活了。这后生神了。林兄弟，补好城墙，韩某已是叹服。这墙外的深壕陷马坑，又是何用处？敌人最利的是骑兵冲锋，这道深壕先断了他们战马冲城的势头，战马一至，这暗藏的陷马坑，便是给他们铁骑备下的第2道关。原来这壕和坑是连环的。马失前蹄，冲势一溃，他们的骑兵到了城下，就快不起来了。修墙是守，这壕这坑是反击的先手。滚木落石，铁箭石火油。敌人又打回来了！足足5000铁骑，这次还推来了攻城煤，黑压压一片，正朝望风堡扑来。5000，还带了攻城锥。尘土都把天边给遮严实了。来得好快，林队长，这新墙经得住攻城锤。守将放心，3天前那座破城已经没了，这道墙就让敌人在城下崩掉满口的牙。5000铁骑还带着攻城锤，咱们满打满算这才500号人，10个打1个，留个横山在，先走，都给我让开！将军，不可啊！主将一逃，军心力溃，这满城军民连同那道刚修好的城墙，可就全完了！您不能走啊！住手！不是老夫贪生，是这仗根本没法打。城破人亡，老夫不想白搭这条命。都住手！守将，请留步。守将，留步。李燕，你要做什么？还不让开！军法有云，临阵脱逃，弃城而走，哪一条不是重罪？你一个小小队正，敢以军法压我？军法面前，没有官大官小。
将军要走，林燕拦不住。可您敢动摇军心，临阵脱逃，林燕就敢当场拿下您。林队正所言极是。当此危局，唯有他这等有勇有谋之人，方能主持防务。弟兄们，你们说是逃是守？守！听林队正的，守城！将军惊扰过度，先送下去休息，严加看管。退敌之后再交上峰发落。林队正暂代防务，名正言顺。从此刻起，望风堡防务由我林燕暂代。都听我号令！这一仗，我带你们守住这座城。滚木60全搬上城头，沿女墙码好，专砸登城的云梯和攻城锤。是，滚木都码到渡口。火油金枝，架锅烧滚。敌人一旦已复攻城，劈头浇下去。弓箭手分3班，轮替放箭，箭不间断。长矛手守垛口，专戳爬上来的。民夫补给箭矢滚木，韩某来调度，随时填空。城外那道壕沟，那片陷马坑，是咱们第1道关。敌人铁骑再凶，先得在那儿折了锐气。有这2道关，敌人的马冲不起来。弟兄们，城在，咱们的家就在。这道墙是咱们3天3夜亲手夯起来的，比铁还硬。今天，让敌人有来无回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给我冲上去！放箭！滚木掠石！招呼！砸中了，敌人冲不上来！别松劲儿，壕坑废了他们的马，下了马，敌军也不过是一群步数。这墙，攻城锤砸了1天1夜，竟纹丝不动。3角撑住了力，告诉弟兄们，墙塌不了，沉住气，守住垛口。传我令，西北角补盾。邪了门了！500人的破城，怎么就是填不下来？敌人的锐气被这座城磨光了，再咬住，他们撑不了多久。赵副队，你都撑3天了，快下去歇会儿，这儿有我们顶着。不下去，燕哥说过，城在，家就在。多射一箭，弟兄们就多1分指望。这城，我赵氏绝不退。赵氏，你长大了。燕哥，是您带我走到今天的。守住了，林兄弟，咱们真的守住了！以500残兵挡退5000铁骑，此战之后，你林燕之名必传遍整个北境。传我将令，点齐机动人马，打开城门，追击！追击！万万不可！咱们守城3日，早已是强弩之末，人困马乏，5000之众，收了架子也比咱们壮。这点人追上去，是以卵击石啊！林兄弟，守住城已是天大的功劳，见好就收吧，穷寇莫追，太险了。林队正使不得呀！咱们守城3日，人困马乏，强弩之末。敌人虽退，好歹还有数千之众，这点残兵追上去是自投罗网啊！林兄弟，守住望风堡，你已是头功一件，足以名动北境。穷寇莫追，何必再冒着天大的风险？万一有事，前功尽弃，见好就收吧。放他们囫囵退走，缓过劲儿来，望风堡还得再遭一遍罪。要打，就把他们打疼打怕。前面那道山谷，就是收拾他们的地方。诸位的顾虑，我都明白。
正面去追那数千敌军，自然是以卵击石。可我要追的，不是他们的主力。这一仗，不光能追，还能大获全胜。敌人北撤，辎重粮草，商品败失，行动迟缓。他们要回北边老巢，这一路只有黑风谷、谷深路窄是辎重唯一能走的近道。你是说在黑风谷设伏？他们必走黑风谷，错不了。我带200精锐抄小路，赶在他们殿后之前，埋伏在黑风谷两侧。可数千主力一过，咱们200人，殿后一进谷，谷口前后2道滚石齐落，断他首尾，弓箭齐发，一个跑不了。吃不下主力，就吃他这条最肥最弱的尾巴。歼了殿后，夺了粮草。原来你要的是他这条尾巴。记错他锐气，又撞我声威，还断了他卷土重来的根本。妙啊！算准退路，专取其弱，断其首尾，这哪是冒险，分明是稳操胜券。韩某服了，这200人我替你点旗。林队正，算我一个。这趟末将跟你去黑风谷。弓箭手分守两侧崖顶，藏好，没有号令，谁也不许露头。滚石流木，在谷口前后2处崖顶，都给我马足卡稳。燕哥，前后谷口都设。前谷口的等殿后全进了谷再放，断后路；后谷口的头一个放，堵前路。一前一后，把他们牢牢困在谷里。队长，前后崖顶的滚石都卡稳了。燕哥，都布置妥了，就等敌人这条尾巴自己钻进来。沉住气，放主力过去，专等他们压粮的殿后。队长，人这么多，真不动手？不许动！那是主力，数千之众，这会儿动手是拿鸡蛋碰石头。听燕哥的，咬住，肥肉在后头。咬住了，殿后快到了。来了，又肥又慢，还脱了节，收口袋。放箭！别放箭了！燕哥，成了！300殿后一个没跑。这都是你们打的，以200之兽全歼敌军殿后。敢问你是何人？黑石营队正，林燕，守望风堡伏黑风谷，侥幸退敌，缴获些粮草马匹。林燕，可是那个3日夯土修成，500残兵挡退5000铁骑的林燕，正是末将。好一个英雄出少年，守城已是奇功，如今又骑兵全歼殿后，有勇有谋，用兵如神。老夫戎马半生，头回见你这样的将才。将军所言极是。此等功勋，此等人才，老夫定要亲自向刺史大人为你请功举荐。将军慧眼，林兄弟之能，韩某亲眼所见，当得起这份举荐，谢将军抬举。林燕，接令。老夫此来除了驰援，还奉了刺史大人一道手令，是冲着你来的。末将听令。刺史大人有令，黑石营队正林燕骁勇善战，屡建奇功，着即率本部人马即刻开赴镇北关。镇北关？刺史大人怎会点名把林兄弟调去镇北关？是刺史大人亲自点的名。镇北关是整条北境防线的咽喉，更是敌人这次南下倾力主攻的方向。那不是最凶险的地方？如今那里战事最烈最险，调去镇北关是天大的器重，也是
一道鬼门关啊！末将领令，镇北关，我去。这就是那个传得神乎其真的林岩，我当是三头六臂。守了座破堡，打了场伏击，运气好罢了，也值得刺史大人亲自点名调来。燕哥，这帮人欺人太甚，咱们的功劳是一刀一枪拿命拼出来的，凭什么任他们这么编排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跟他们斗嘴，赢了也掉价。这立足之地，不靠嘴皮子，得我自己挣。刺史大人居令：黑石营对阵林燕，驰援望风，50人夜袭破围。临危受命，500残兵苦守孤城3日，党退敌骑5000。500，党5000。复设伏黑风谷，200人全歼敌军殿后，缴获辎重无间，2战2胜，战功赫赫。刺史大人特此明令，破格擢升林燕为校尉，统兵500，驻守镇北关西侧防线。一个泥腿子，转眼就跟咱们平起平坐了。末将林燕领命，谢刺史大人左把。林兄弟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镇北关水深，站稳了，往后我替你撑着。哟，林校尉，这西县我等世家子弟守了不是1年2年了。您乡野出身，怕是连这关墙的门道都摸不清吧？可别瞎指挥，坏了大事。是不是瞎指挥，看的不是出身，是本事。既然将军守了多年，那林某请教了。将军请看，这段壕沟挖的是深。哼，那是自然。可壕沟与箭楼之间留了3丈宽的盲区，箭楼的射位偏偏付不到。敌人攻城，只需贴着这段盲区推进，攻守够不着，这道防线等于自开暗门。这盲区咱们守了几年，竟真没人瞧出来。守城，守的是性命，是雄关，不是出身门第。这道盲区今日就改。诸位若还有别的门道要指教，林某随时奉陪。你们都是跟我从刀山火海里一刀一枪闯出来的，论功劳，论本事，这些位子你们当得起。燕哥，不，校尉。从今往后，这西县500人就是咱们自己的队伍，一荣俱荣，谁也别想再小瞧了寒门子弟。愿为校尉赴汤蹈火。赵石，燕哥，从青柳村连弓都握不稳的少年，到鏖战城头不退的汉子，你早不是当年的你了。燕哥，我能行吗？亲卫队长，统领我的亲兵，护卫中军，这副担子你挑得起。赵石定不负燕哥栽培，这条命从青柳村起就是您的。林校尉年少有为，望风堡一战名动北境啊！刺史大人钦点的将才果然不同凡响，本将佩服。主将过奖，末将不过尽了本分。既是难得的将才，本将这儿正好有一桩要紧差事，非林校尉这等能人不可。关外20里有一片荒坡，扼着敌人南下的一条要道。荒坡，军情警报，需筑一座烽燧堡，以为预警策应。呵呵，这桩大功本该就交给林校尉了。不知主将拨多少人马，多少粮草，几时完工？给你300人，10天粮草，半月之内把堡建起来。林校尉这等大才，这点差事想必手到擒对吧？末将领命。好，本章
就静候林校尉的捷报了。林兄弟，周通这道令我都听说了，他这分明是要借敌人的刀，除掉你。你看这地方，关外20里，孤悬在外，无险可守，离敌人大营不过40-50里。离敌营40-50里，你带300人，10天粮去那种绝地筑堡，敌人尤其随时扑上来，关里又叫天天不应，是有去无回啊！所以他才把这差事赏给我。这令接不得，我这就去刺史大人那儿替你回了他。韩兄，军令已下，当众抗命，正好落了他们的口实。寒门小卒为敌怯战，抗令不遵，这正是周通想看到的。可，难道就这么去送绝路？再说，谁说那地方就一定是决定？你什么意思？那荒坡无石无木，无险可守。无险可守，那就自己造出险来。土能筑墙，砖能就地烧，只要算得够细。你是要把荒坡变成堡垒？这荒坡照样能变成一颗敌人啃不动的钉子。周通想借敌人的刀，可他忘了，我最拿手的从来不是冲锋陷阵，是筑城。校尉，这地方鸟不拉屎，无石无木，拿什么筑堡啊？何止，敌人大营离这儿才20里，咱们300人孤零零扔在这儿，敌人游骑随时摸上来，这分明是叫咱们来填命的。燕哥，弟兄们这士气，再这么下去，仗没打，人心就先散了。无石无木，你们看到的是绝境，我看到的是一座现成的堡。堡就建在这坡顶制高点，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。外圈先挖一道深壕，是第一道防线。深壕跟望风堡那道一样。堡门不修直的，修一道瓮城。敌人破了外门，就困在内外2道门之间。上头弓箭滚石一气招呼，瓮中捉鳖。好狠的瓮城！堡内再挖一条直通堡外隐蔽处的地道，万一被围，既能出骑兵，又能做退路。堡里挖一口水井，修一座粮窖，有水有粮，被围10天半夜也能岿然不动。校尉，图是好图，可没石没木，拿什么砌墙啊？石木不够，土管够，就地取土，垒窑烧砖。这脚下的黄土烧成青砖垒起来的墙，一样固若金汤。黄土烧的砖，扛得住攻城？谁说这是绝地？周通要咱们栽在这儿，咱们偏要在这儿筑起一座铁堡，活着回去。半月之内，我带你们建成它。听校尉的，干！黄土掺上河沙麦浆，和匀了，按这个尺寸脱坯，阴干，再入窑。火候到了。出来的砖轻的发亮，硬的硌手，错不了。校尉，真烧出来了！这砖比石头还瓷实。窑这边砖管够，筑成队，墙可以往上垒了。墙体差1寸就拆了重砌，瓮城的弧度、地道的走向，都按图来，错不了。筑城队、烧砖队。放下家伙，操起弓箭上墙。警戒队守住壕沟，不慌，这第1道深壕就是给他们备的。燕哥，敌骑卡在壕沟里了，放箭！挡住了，敌骑过不来！成了，这壕沟真把敌骑挡在外头了。弟兄们，这下都服了。这一仗。挡的不只是敌人，更是堡里这300颗刚定下来的心。燕哥，半个月真就在这鸟不拉屎的荒坡上平地起了一座堡，当初谁敢信啊？弟兄们现在提起您，那是心服口服。当初只当来填命的，谁想竟把这绝地筑成了一座家。堡是建好了，可周通把咱们扔到这儿，本就没安好心。
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3000，这下咱们这点人怎么守？燕哥，不好了，库里的粮草、箭矢清点过了。怎么？出关只带了10天份力，珠宝又惊了一仗，粮和箭都快见底了。可镇北关那边，周通到现在1粒粮、1支箭都没派过来。果然，周通这是要借敌人的刀，把咱们留在这儿。粮箭将尽，坐守是绝路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可周通和敌人都忘了，我手里还有一条他们看不见的地道。粮草不够，那就问敌人去借。校尉，粮只够撑3、2天了，箭也快射光了。镇北关那边，周将军的补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咱们是被扔在这儿不管了吗？燕哥，周通这老贼，摆明了见难不救，借敌人的手耗垮咱们。这都几天了，咱们就这么干等着吗？等周通的补给，那是等不来的。他要把咱们活活耗在这绝地里，咱们偏不。粮和箭他不给，我自己去取。敌军主力3000围在堡外，可他们的粮草辎重不可能都堆在阵前。离咱们最近的西北方向，这处小营寨是他们屯粮屯箭的偏寨。偏寨守备如何？守备最松，离主力也最远。咱们这条地道出口在堡外隐蔽山坳，神鬼不绝。从地道摸出去，绕他后头。今夜我亲带50名好手从地道摸出去，绕到这一把火，端了他，抢光他们的粮草、箭矢、战马，补咱们的急，这叫以战养战。干，跟他拼了！敌人想耗垮咱们，咱们就吃他敌人的粮，壮咱们的胆。坐守是绝路，主动出击，凡有一线生机，拼了，总比干等着强。算我一个，跟校尉拼了！夜袭贵在快狠，出其不意，得手就走，抢了东西就撤，绝不恋战。燕哥，还是您有远见，这条地道真成了咱们的活命暗门。这下神不知鬼不觉，就绕到他们后头了。走，贴着暗处，直奔西北偏寨，没我号令，不许出声。队长，前头那片篝火就是偏寨了，守备果然松，风向也对。等巡哨过去，先放火，后抢粮。动手，先放火，后抢粮。动水了，有南军，快起来！队长，粮、箭马都装上了。东西够了，牵马装粮，全部撤，按原路回地道，快！校尉，您不光给咱们筑了堡，还从敌人嘴里给咱们抢回了活路。从今往后，您指哪儿，咱们这条命就打哪儿，刀山火海，绝不皱一下眉。都听见没？跟着燕哥，有饭吃，有仗打，有活路。愿随校尉拼到底。好，粮也有了，箭也足了，人心也齐了。有这一口气，有这满堡的弟兄，这风喜堡就垮不了。什么？老子3000大军围的水泄不通的孤堡，里头的南蛮子反倒敢摸出来抢老子的粮！偏寨守备不及，被他们钻了空子。奇耻大辱！传我将令，那座破堡老子不围了。明日3000主力全军压上，把那几架投石力全推到堡前去。
燕哥，敌人那边好像不太对劲，闹哄哄的，像要有大动作。咱们端了他的债，把他惹毛了，他这是恼羞成怒，要倾全力跟咱们玩命了。投石车，那巨石砸下来，心墙扛得住吗？他要拿巨石砸我，那我就让他脚下的土自己翻上天。那土山上的箭跟下雨一样，咱们的人全露在外头。校尉，撞门车快把宝门撞开了，顶不住了！哈哈哈！土山一城，这破堡就是个没盖的瓮，狠狠的砸，日落之前踏平此堡，叫那姓林的有来无回。校尉，那土山太高，咱们的人全暴露在他们箭口下，撑不住啊！燕哥，那座土山是命门，不端了它，弟兄们只能挨打。可它那么大一座，咱们怎么端啊？传令，各处在咬牙顶住一炷香，弓箭手收拢，贴着墙根垛口隐蔽，减少伤亡。顶住一炷香，燕哥，你有法子了。那座土山越高越大，上头的人越多越好。敌人当它是破城的登天梯，可那座山底下，我早给他们埋了一份大礼。引线这个长短，从点火到引爆，正好够咱们推到拐角，分毫不能差。校尉，头顶就是土山，上头全是敌人，真能炸他？你们记着，点火就撤，跟紧我。是，跟紧校尉。都准备好，3、2、1，点火！这是什么妖法？天雷！天神发怒了，快跑啊！这宝邪门！炸了，土山炸了，校尉他神了！弟兄们看见没？校尉一声令下，敌人的土山就上了天。开城门，弟兄们随我冲出去，把这帮敌人赶下去！敌人跑了，弟兄们撵上去，别让他们镇住脚！撤！快撤！这宝有妖法挡不住，快走啊！赢了，咱们300人把敌人3000主力打回去了！记住今天，这座堡，谁也别想踏平。废物3000大军带着投石车，连个300人的破堡都拔不掉，反被那姓林的炸了土山，折了过半。将军息怒。好你个林燕，我把你扔到绝地，本想借敌人的刀除了你这眼中钉。你倒好，不赌没事，反打出这么一场大捷，名动北境。将军气大伤身，这让满关世家颜面何存？将军，他擅自开城出击，未得将令，这正是把柄。说得对，他擅自开城出击，与敌人大动干戈，擅起战端，挑衅强敌的罪名，他担不担得起？将军高明，他越功高，本将就越要参他贪功冒进。来人，传令，速召林燕即刻回关，到军议大堂听候发落。燕哥，咱们刚拼命守住了堡，打了这么大胜仗，他不讲，反急吼我召您回去，这老贼要秋后算账啊！意料之中，我赢得越漂亮，越是打他周通的脸。那您还回去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敌人的刀他借不动了，接下来他要亲自用军法这把刀对我下手了。军议大堂这场硬仗，我接了。
林燕，你可知罪？末将苦守风喜堡，大破敌军3000，不知何罪之有？你身为戍边校尉，未得将令，竟敢擅自开城出击敌军，此乃擅起战端，挑衅强敌。将军这是要治末将破敌之罪。万一引来敌人大军报复，这弥天大祸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本将今日便要按军法夺你兵权。叔父明鉴，这林燕在嗨时营时便是个目无尊长的刺头，稍立微功就敢藐视军令，擅作主张。周公子，旧账还没跟你算，倒先攀咬起来了。这等骄兵悍将不严惩，谁还把军法放在眼里？周将军口口声声说末将擅起战端，那就请诸位看一看这本首战仗注：敌军3000，何日为我孤堡？何日堆土山？何日以投石车撞门车强攻？这日期、兵力、堡中数百将士，人人可证，是敌人主动来攻，我军被迫苦守。这是缴获与折损账，缴获兵器、战马几何，双方伤亡几何，记得清清楚楚，一笔一笔，皆有实物人证。敌人3000压境，扬言踏平此堡，片甲不留之时，将军的援军补给在何处？你末将若不开城破敌，难道眼睁睁看满堡300将士被踏平？这叫临危破敌，还是擅起战端，强词夺理？纵是敌人来攻，你未经禀报擅自出击，便是目无军纪。孤军追击，贪功冒进，若有闪失，谁来担责？这一条你抵赖不得。军情如火，战机稍纵即逝，堡被重围，信使难出，末将临机破敌，何错之有？将军若执意治末将临机破敌之罪，那末将先请问：问什么？末将率300孤军苦守绝地半月，将军为何一兵一卒的援军，一力一卒的补借都不发来？是啊，风速堡苦战半月，主将怎么就见难不救？刺史手谕在此，周通接谕。韩参军，这是何意？殷校尉率300人苦守风随堡时，韩某已把这半月战况与镇北关的动静一一禀明刺史大人。你竟去禀了刺史？周通，林校尉孤悬绝地，被3000敌军重围，苦苦求援时，你手握重兵粮草，却按兵不动，见难不救。你这是克扣援军，贻误战机。竟有此事！分明想借敌人之手，除掉林校尉这眼中钉。刺史手谕，着即彻查主将周通克扣援军，构陷功臣之罪。查清之前，暂停其主将职权，停后发落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？原来主将真按兵不动，要害之力。启禀诸位上官，林校尉是真刀真枪为国御敌的好将军，可那周恒，他仗着是周将军的侄儿，在官吏克扣咱们的军饷2米，中饱私囊。你休得无抹！新兵稍不顺他的意，便是打骂体罚，克扣口粮。这些年弟兄们敢怒不敢言呐！周恒克扣军饷，属实。他还强占弟兄的战功，仗势欺人，作恶多端，求上官为我等做主。周通，克扣援军，贻误战机，构陷功臣，数罪并罚，即刻革去主将之职，押记候审。得令。周恒克扣军饷，欺压士卒，一并拿下，严加查办。是林校尉。刺史军令，校尉林燕守土有功，屡破强敌，忠勇兼备。着即
正式擢升为镇北关副将。副将。主将出阙期间，由参军韩默暂代主将，林燕为副，共掌镇北关全城防务。好，林副将执掌防务，咱们镇北关有指望了。末将林燕领命，定不负重托，与韩参军一道，守好这镇北关。800里加急，朝廷军报10万火急，报！敌民倾国之兵主力10万，已大举南下，兵锋所指正是镇北关。10万，前锋不日即到。10万对3000，这怎么守啊？还有，陛下圣旨，陛下严旨。镇北关乃国之门户，北境所筑，绝不容失。陛下亲旨，着全军，关在人在，关亡人亡。3000对10万，这一仗躲不掉，我也从没想躲。传令全关，从此刻起，按我的章法备战。副将莫怪，老朽这把骨头举刀都费劲，哪还冲得动啊？林兄弟，我都查过了，能战之兵满打满算不过1500，粮草省着吃也撑不过半年，城墙器械处处吃紧，咱们拿什么挡那10万大军啊？兵能练，墙能修，器械能造，防线能立，时间不多，可只要章法对，这座关就能变成啃崩敌人牙口的硬骨头。副将，10万对3000，这关要不咱们早做打算，弃了吧？弃关，圣旨在此，关在人在，关亡人亡，咱们退无可退。从今日起，谁再敢提一个弃字，动摇军心，军法处置。末将失言。10万敌军是不少，可咱们是守城，守城不比人多，比城硬，械力、兵悍、章法周全。备战4件事同时开工，其一，整军，才替老弱，余下精壮我亲自按新法操练。其二，固防，加固所有破损城墙，城外再修3道防线。城外还修防线？其三，造械，按这图纸赶造一批新式守城利器。其四，动员全城百姓搬运、修筑、后勤，人人有责，时间紧，昼夜不停。副将这么觉得，这关未必守不住。末将听您调遣。10人编为一班，设一班长，一个班就是一个拳头。攻手、刀盾手、长枪手，怎么站位，怎么掩护，怎么轮替。请副将示下，都给我练成本能。平时是兄弟，战时是能把后背交给彼此的兄弟。10个人挤一块，花里胡哨的，能顶什么用？乖乖，这么个配合法，2人就把我撂倒了，这练法神！副将，这般组练法，弟兄们越练越顺手，配合一日比一日齐整。副将，按您画的尺寸补墙，又快又牢，这墙眼看着就结实起来了。第一道，生蚝、巨马、陷马坑，直指消耗他们的兵锋。第二道，矮墙暗堡，层层阻击，退到关墙下是第3道。3道，环环相扣。3道防线步步为营，让敌人每前一步都付代价。撞到关墙下，锐气早磨掉大半。层层设防，节节更击。林兄弟，你这是把整片关前旷野都变成了敌人南越的天堑啊！敌人不是有投石车吗？咱们这架叫配重投石机。靠这头重物下坠发力，比他们靠人拉的射得更远、更准力。靠重物，好巧的劲儿！这床弩我做了改良，一弩连发数箭，数百步外可破甲、砖破冲锋阵容。这些是藏在墙体里的暗堡，敌人攻到墙下，
看不见里头的弓弩手。原来墙里还藏着人，却会被几处暗堡的箭从侧面交叉寸射，这叫交叉火力，盲区。副将这些气息闻所未闻，有这些家伙在城头，敌人怕是要吃大亏。石天，你把一座朽木架关，活活武装成了钢铁巨兽。兵练好了，墙修牢了，防线立起来了，器械也备齐了，10万敌军要来，好，我已备好了迎接他们的一切。报副将，敌人的先锋大军到了，足足3万先锋，异地关外30里，军旗遮天蔽日，连营火把望不到头。先锋就3万，看那架势，明日一早就要攻城。3万来得好快，林兄弟，这第一阵咱们怎么接？3万先锋只是开胃，这座关已不是10天前那座破关了，是脱胎换骨了。敌人想踏平它，就让他们在这关下撞个粉碎。这么多敌人，这关真守得住吗？都给我稳住！投石车这点石头，砸不垮咱们加固过的墙。各防线，各班组，按操练的章法，各就各位。燕哥，敌人冲上来了，真不还击！没有我的号令，远程器械一律不许发，放他们再近些。弟兄们都盯着你这一声令呢。林兄弟，看你的了。配重投石机，放！这南蛮子的器械何时变得这般来历？床弩，放！砸中了！敌人的投石车、冲锋阵全被咱们的家伙打散了。还没近身，先削他3成锐气。告诉弟兄们，沉住气，敌人还没尝到真厉害。赵石，滚木烈士，招呼进战的弟兄上，按班组章法守住每一处垛口。这处垛口我顶住了，弟兄们按班组来，稳住！成了，咱们这么个配合法，他们一个都爬不上来。远、中、近3层火力，墙上班组成网，敌人用人命也填不平这道沟。1万敌人，硬是没踏上城头一步。副将神了，副将神了！咱们镇北关守得住。林兄弟，首日5战5捷，敌人折损近千，我军伤亡却轻得多。你这10天的整备，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啊！韩兄，这只是开胃菜，这1万是先锋来试探虚实的，真正的硬仗，等敌人主力压上，才算开始。敌人白天攻了1天，人困马乏，今夜别让他们睡安稳。你们各带一小队从暗门密道出去，轮班袭扰，打一阵就撤，绝不恋战，专挑他打盹的时候下手。东边歇了就闹西边，只扰不缠，搅得他们一夜不得安腾。得令，保管让敌人这一宿眼睛都合不上。又来了，这帮男的到底让不让人睡了？白天磨他的兵，夜里耗他的神，
如同在推演沙盘，这1万先锋自己就垮了一半。废物！1万先妃带着投石车攻一座小关城，1天连尘头都没摸上去，还被人家夜里像撵兔子一样撵了一宿。大单于息怒，探子汇报，镇北关守将只是个新晋上任寒门出身的小副将，姓林。一个无名小将也敢挡我大单于的10万旌旗，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传我王令，明日全军总攻，3万主力全压上去。遵令。本单于亲自督战，我倒看看这姓林的副将这座小关，在我10万大军面前撑得了几个时辰？遵令。稳住！对手举盾，护住弓弩柄，床弩滚石，轮番压住他们的冲锋。大单于亲征，把家当都压上来了，这一仗硬碰硬，谁先松劲谁先垮。东北2段我盯着，西线最险，林兄弟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弟兄们顶住，副将在城头，咱们的阵就在。叶哥，这儿太险了，留子不长眼，你是义军主心柱，快退到后头督战。是啊，副将，你万一有个闪失，这西线就群龙无首了。我若退了，这城头的弟兄们还能看见希望吗？将士们用命挡着敌人，我这当副将的凭什么躲到后头？燕哥，我林燕的命不比城头任何一个弟兄金贵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与诸位共守到底，与副将共守此关，固守西线，人在城在。这处垛口我顶住了，弟兄们堵上来，别让他们站稳。副将说了，人在城在，我这条命钉在这垛口上了。身后即是家国，脚下便是疆土。我们是镇北关的铁壁，是焊在城墙上的心，唯有死战不退。看敌人的攻势，他们快没力气了。全军听令，所有投石车集中砸那段墙，砸不开它，你们就别想活着回去。不好，那段墙要塌，弓弩手帮助那段城下，快！城墙塌了，缺口，敌人冲进来了！这道缺口要是破了，西线一垮，满盘皆输，绝不能让他们冲进来！燕哥，缺口要破了，弟兄们顶不住了，再不堵上就全完了！敌人太多了，缺口堵不住啊！传令各段防线守住原地，不得擅动。赵石，点齐亲卫队，随我下城堵口。燕哥，缺口稳住了，弟兄们跟上副将，把他们顶出去！他妈的，拿命来！那是林燕，我们的先锋猛将。要过此关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敌将已倒，儿郎们，随我把缺口堵上！快，巨蟒、沙袋都跟上！副将威武，缺口堵上了，咱们走中了！
副将，不好了，东线防线撑不住了。守将身负重伤，已经昏厥，群龙无首。东线主将昏厥了，弟兄们开始溃逃了，东线就要破了。林兄弟，东线要是破了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可西线缺口刚堵，强敌未退，这点兵力自顾尚且不暇，怎么分兵去救啊？副将，这可怎么办？两头都是火，咱们分身乏术啊！困在这2道防线上，就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。要破局，不能在防线上跟他拼。诸位请看，这里是敌军大营后方，他们10万大军的粮草辎重尽数囤积于此。这就是敌人的命脉。林兄弟，你的意思是烧他粮草？东西两线硬拼是绝局，可咱们若绕到敌人后方，一把火烧了他这10万大军的粮草，大单于还顾得上攻城吗？粮草一断，他10万大军不战自乱，必定回师自救。这叫围魏救赵，不救东线，而打他不得不救之处。可绕到10万大军背后，来得及吗？他大军一回撤，东西两线之围不战自解。妙啊！釜底抽薪，围魏救赵，反手掐住敌人的命脉。林兄弟，这真是神来之笔。可绕到10万大军后方烧粮，是龙潭虎穴啊！这谁去？我亲自去。这一招事关全局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也唯有我最清楚那粮营的虚实与路线。可那是10万大军的后方。韩兄，东西两线就拜托你，务必再撑一阵，给我争取绕后的时间。严哥，又是这种掏老婆的活，痛快！这回咱们烧他底朝天！韩兄，我去了，多则2日，少则1夜，必有捷报。这2天无论东西两线多险，你只管苦守，绝不出战，守住就是胜利。林兄弟放心，镇北关我替你守着，你千万小心，万事以自身为重。副将一声令下，咱们这300号人跟您冲进刨出，保管把那把火点起来。燕哥到了，瞧那手背，稀稀拉拉，全在帐里睡大觉呢。风是顺的，咱们要的就一个快字，火起就走，见草就点，见粮就烧，火起就走，绝不停留。得令，保管让这片粮营一把火烧穿。敌人怎么想不到，他们的灭顶之灾不在城下，在这最安稳的后方。众将听令，踏平敌营，烧粮！弟兄们见草就扔，一座都别留！走水了，粮草全烧起来了，快救火啊！烧得越旺越好，让几十里外城下的大单于看个清清楚楚。粮断了，他10万大军军心必乱。大单于，回头啊！我在峡谷里等你。大太君，后方粮营起火了，火光冲天啊！什么？粮营被烧了！是哪股南蛮子敢偷袭本单于的粮营？大单于是镇北关冲出的一股专兵，约莫300骑，烧了粮营，正往西边山里逃窜。攻城先停！本单于亲自去把这股烧粮的南蛮子统统拿下，一个不许放跑！来人，点1万铁骑，随本单于追！燕哥，大单于的万骑咬得紧紧的，离咱们就半里地。就要他咬这么紧，再调一程，前头那道谷口就是给他备的。追！
那股南蛮子就在眼前，给我追上去，一个不留！进来了，1万起骑，连同那位气疯了的大单于，全进来了，收网！不好，这地形中计了，快撤出峡谷！两头谷口太窄了，大军挤在谷里，掉不开头啊！燕哥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您这一刀了。1万铁骑挤在这口袋里，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。他们的骑射、冲锋，全成了摆设。点火，放矢！火墙封了2头，滚石断了古道，他们的马跑不开了。哎呀，前后都是火，跑不出去，快躲啊！这1万是大单于最后的精锐，今日就断在这峡谷里。敌人垮了，弟兄们，跟上副将，把他们赶出谷口。1万骑米被咱们300人打散了。擒贼先擒王，大单于的王旗在那儿，给我直插过去。大单于中箭了，护驾，快护驾啊！我戳大单于！燕哥，让那老贼跑了，要不要追？不追了，让他带着这一身剑伤、这1万精锐尽丧的惨败逃回去。一个被寒门小将打得仓皇北逃的大单云，留着他，反倒更好，比当场了结他，更能让敌人20年不敢难忘。火光，峡谷的火光！林兄弟不但烧了粮，连追去的敌军主力也一并射伏击溃了。成了，他成了，副将得手了！传我将令，敌军主力已溃，大单于败逃，全军开城门！开城门！憋了10天，总算能冲出去了。谭兄看见火光冲出来了，里应外合，这一战该有个彻底的了结了。林兄弟，成了，里应外合，咱们把敌人10万大军打回去了。退了，敌人退了，咱们镇北关守住了。林副将威武，是林副将守住了镇北关。敌人退了，镇北关守住了。记住今日，寒门的脊梁也撑得起一片天。林燕听风。末将在，而以寒门之身投身行武，不及1年屡建奇功，守孤堡破强敌，退敌人10万雄兵终于关下，保境安民，攻占社稷。即日起擢升林燕为镇北关守将，总揽招武全关军政，赏黄金100两，良田1000亩，以彰其功。林守将，林守将威武！咱们北京有主心骨了。末将林燕领命，谢刺史大人，谢陛下隆恩，定当镇守北疆，不负所托。燕儿，我的燕儿，你真的出息了！当年那个被人欺负的娃，如今成大将军了。好啊，我林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燕儿，爹为你骄傲。爹娘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从今往后，再没人敢欺负咱们林家。你们就安安心心在这儿
享儿子的福。快通报，就说守将大人的亲大伯一家人来看他了。咱们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至亲呐！是啊，燕儿那孩子小时候，我可没少疼他，亲不亲一家人嘛。当年我父亲替你们累断了腿，你们怯如越狱。我们二房粮被你们夺，征兵名额被你们换，差点逼上短路。燕儿，那都是误会啊！那时候的至亲在哪儿？传我的话，二房与大房早已恩断义绝。燕儿，好歹这守将府的门，不为忘恩负义之人开。送客。镇北关守将林燕，守土有功，扬威北境，陛下圣心甚慰。着林燕即刻启程入京述职，陛下要当面嘉奖于你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林兄弟，这道入京的圣旨来得蹊跷。我得提醒你，这一趟怕是凶险万分。韩兄，何出此言？我在京中尚有些耳目，近来那帮树大根深的世家，因你一个寒门武将骤然崛起，手握北境兵权，容不下我了。早把你视为眼中钉了。他们已四处散布谣言，说你拥兵自重，私纳降兵，图谋不轨。欲加之罪，这趟宣你入京，明面是嘉奖，暗地里只怕是世家联手，要趁你脱离北境兵权，给你布下一个绝局啊！打跑了关外的敌人，关内朝堂上的豺狼又坐不住了。北境的仗打完了，可真正的硬仗，那座京城里的决局才刚刚开始。燕哥，京城那帮人摆明了没安好心，这趟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留下守关，镇北关的弟兄，我爹娘都得有人替我看着。林兄弟，京城龙潭虎穴，万事小心。那盘棋凶险远胜城下。京城吗？正好去看看。这把尺量得了城墙军阵，也量得了你们的人心与算计。